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计划好了晚上要看书要学习，结果一不小心手机拿起，时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流逝。等你回过神来，时钟已经指向深夜，而你脑子里除了零碎的搞笑片段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和懊悔。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困扰，这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我们总以为自己在享受放松，在获取信息，但很少有人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些看似无害的低级快乐究竟在对我们的大脑做些什么？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吃掉我们的专注力、思考力，甚至是我们人生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深挖，揭开这场我们与手机之间关于注意力争夺的战争。一，你的大脑从思考者变成快感追逐者。咱们先来做个小测试。现在请你打开手机的这设置，搜索屏幕时间或者屏幕使用时间管理。你会看到两个关键数据：手机解锁次数和娱乐类 App 的使用时长。仔细看看这些数字，它们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如果你发现每天在与工作无关的娱乐 App 上花费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你无意识地拿起手机的次数超过20次，而且每次用完之后都感觉心里空落落的，那说明你的手机病已经出现端倪，得开始注意了。如果这些数字继续攀升，你的娱乐 App 使用时间超过2个小时，或者无目的解锁手机的次数超过40次，那朋友，你很可能已经有病了。更进一步，假如你每天花在娱乐 App 上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或者你无意识地解锁手机的次数超过60次，那可就不是一般的病了，你已经病入膏肓，彻底沦陷在所谓的奶头乐陷阱里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说起。每当我们刷到有趣的内容，看到刺激的画面，大脑就会立即释放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它让你感到兴奋、愉悦，甚至上瘾。这就像在给大脑喂糖果，甜美而直接。但问题在于，大脑对这种糖果是会脱敏的。就像你吃第一口巧克力觉得无比满足，但吃到第3块、第5块时，那种满足感就会大打折扣。你的大脑也是一样，它会不断提高阈值。从前一个5分钟的视频就能让你快乐，现在可能要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短平快、更刺激的内容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就形成了。追求即时快感，你的大脑被训练的只喜欢短平快的东西，对任何需要等待、需要投入耐心才能获得回报的事情都会本能的排斥。专注力碎片化，你的注意力从几十秒缩短到几秒，如果一个信息不能在瞬间抓住你，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滑走。看书、学习、深度思考，这些慢活对你来说简直是煎熬。失去耐心，你的大脑越来越浮躁，越来越难以沉下心来做任何一件有长期价值的事情。这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只想立刻得到满足，无法忍受任何等待。想想看，当你的大脑被这些低级快乐驯化到极致，那些真正能提升你的能力、改变你命运的硬骨头，你还有精力去啃吗？2，你的世界被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你有没有觉得，虽然网络信息浩如烟海，但你每天刷到的内容却越来越相似？你以为自己在获取新知，但实际上你可能正被困在算法为你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里。算法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它会根据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描绘出你的用户画像，然后精准地推送你可能喜欢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迎合你的兴趣，甚至是你潜意识里最下沉的人性弱点。这就好比你喜欢吃甜食，算法就给你无休止地推荐各种甜品，让你沉浸在糖分的世界里。你可能觉得很爽，因为一切都那么对胃口。但与此同时，你也就失去了接触其他味道的机会，你的味蕾变得单一，甚至对其他味道感到排斥。在这种茧房里，
你看到的世界是经过滤镜的。那些高频出现的信息会让你误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从而形成非常狭隘的认知。你以为你在学习，在成长，因为很多视频会打着知识分享、干货的旗号。但扪心自问，当你刷完这些所谓的知识，你的大脑是不是仍然空空荡荡？那种似懂非懂的感觉，是不是比真正掌握知识更让你感到焦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伪学习还会给你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满足感。你会合理化自己的刷手机行为，告诉自己我不是在浪费时间，我是在学习呀。这种自我欺骗只会让你更加肆无忌惮地沉迷下去，直到你真正意识到你收获的不是知识，而是流逝的时间和一颗日益浮躁的心。3. 你的人生被低级快乐偷走了可能性。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固定的24小时，扣除睡觉、吃饭、工作等基本活动，留给我们自由支配、用于自我成长的时间真的所剩无几。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些宝贵的自由时间用来培养一项爱好，学习一门新技能，拓展一个新圈子？还是他们都被那些快速、刺激、无需思考的低级快乐吞噬了？时间才是你最宝贵的资本，甚至比金钱更重要。因为金钱可以赚回来，而流逝的时间却永远无法逆转。如果你把时间像廉价品一样挥霍，那么你就失去了投资自己、创造未来的机会。那些从小就接受顶尖教育和资源的佼佼者，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学习、拓展人脉、提升能力。而我们呢？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刷手机、玩游戏上，我们拿什么去和他们竞争？又何谈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的逆袭？你可能会说，我只是想放松一下，生活已经够累了。这话说的没错，我们当然需要放松。但问题是，你选择的放松方式，是不是正在让你陷入更深的疲惫和空虚？当放松和刷短视频画上等号，当你感到压力、无聊、不开心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手机，那么这种习惯就会像一个无形的枷锁，把你牢牢锁住。它剥夺的不仅仅是你的时间，更是你学习新知识、思考复杂问题、创造真正价值的能力。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最终你会发现，你可能被牢牢地困在原地，无法前进。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低级快乐背后那个残酷的现实。4. 背后的推手，算法的奴役与资本的收割。你以为这一切只是你自制力不足的问题吗？不完全是。除了我们内在的心理动机，还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我们，那就是算法和它背后的资本。在互联网世界，用户停留的时间越长，平台的价值就越高。所以各大平台会投入巨大的资源，研究人性的弱点，设计出最能黏住你的产品。想想那些不断跳出的红点提醒、推送通知，那些吸引眼球的标题党，还有黄金3秒理论下为了抓住你注意力而设计的各种夸张猎奇内容。当你无意识地打开 App， 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全屏模式的短视频更是将你完全沉浸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永远刷不完的、充满刺激和随机性的魔法盒子。在这种机制下，你经常会想着就刷10分钟，结果一抬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你甚至连时间是怎么溜走的都不知道。这些平台、这些算法都在利用你对无聊的逃避、对放松的渴望，以及人类获取信息的天性。他们把这些底层动机层层叠加，不断强化，最终让你彻底沦陷在低级快乐的温柔乡里。所以这不仅仅是你的个人问题，更是一场你与资本、
与算法之间的注意力争夺战。5. 如何拯救你的大脑？走出低级快乐的陷阱。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阵沮丧。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脑被吃掉吗？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戒掉某个 app， 而是要从根源上理解并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就像刀子可以伤人，也可以切菜，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互联网内容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我们要做的是有节制地、有目的地使用它，而不是被它所用。接下来，我为你提供了几个实用的策略，希望能帮你重新夺回大脑的控制权。1. 填补无聊。很多人之所以沉迷于刷手机，不是因为手机有多大的魔力，而是因为我们太闲了，生活里没有正事可做，没有清晰的目标指引。人是意义的产物，我们无法忍受无聊和空虚。一旦感到无聊，手机里的低级快乐就成了打发时间的最佳工具。制定目标，填满空白，尝试为自己制定年度、季度、月度，甚至每周、每天的清晰目标。可以是学习一项新技能，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培养一个兴趣。当你有了明确的正事可做，并不断被下一个目标所驱动时，你就不会有大片空白时间被手机吞噬。就像想要去除一块地方的杂草，最好的方法是在上面种一片庄稼。意识时间价值，真正理解时间是投资而非消费。那些成功的人，他们把时间投资在学习、成长、创造上，而那些深陷低级快乐的人，却把时间当成最廉价的消耗品，任由它被别人收割。当你真正意识到时间的价值，你就会像对待金钱一样，吝啬你的每一分钟，只投资到有回报的事情上。2. 重塑放松。我们刷手机，很多时候是为了放松，但问题是，这种放松真的是有效的吗？它真的让你卸下了疲惫，恢复了精力吗？还是让你感觉更累、更空虚？多样化放松方式。如果你把刷手机当成唯一的放松方式，那你就很容易陷入压力、刷手机、短暂逃避、更空虚的循环。尝试发展更多元、更健康的放松方式，比如冥想、听音乐、K 歌、散步、运动、和朋友聊天、玩棋盘游戏、打扫卫生等等。这些方式能让你真正的宣泄负面情绪，而不是仅仅通过逃避来麻痹自己。你会发现，这些真正能投入身心的活动带来的放松感和幸福感，远超手机带来的快感。慢食替代快餐，在你需要内容来放松的时候，尝试把那些强成瘾的短视频、爽文替换成有价值、慢反馈的长内容。比如，吃饭时可以看纪录片、科普类视频，通勤时可以听播客、阅读电子书。这些内容虽然不像短视频那样提供即时刺激，但它们能培养你的耐心，提升你的认知，避免大脑的多巴胺阈值被拔得过高。3. 有效获取信息。我们天生对信息充满渴望，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本能很容易被利用。集中批量获取，不要被碎片化的推送牵着鼻子走。你可以把获取新闻资讯的时间固定下来，比如只在早上或晚上。而且，尽量使用信息聚合平台，一次性浏览多个平台的热点词条，而不是一个一个 app 的去刷。这样既能满足你对信息的渴求，又能大大提高效率，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浏览中。设置关注圈，过滤噪音，在点开任何标题诱人的内容之前，先问自己，这个信息跟我有关系吗？它能为我带来价值吗？比如，能帮我赚更多钱吗？能提升我的认知吗？能提高我的工作生活效率吗？能让我更幸福吗？如果答案都是否，那它很可能只是在冲击你的情绪和注意力，直接跳过。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热点，其实与你毫不相关，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4. 对抗算法。
面对强大的算法，我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打破沉浸，很多短视频平台默认是全屏推送模式，这种模式很容易让你失去时间感。主动将推送模式切换为信息流选择模式。例如，在某些平台上，点击右上角的推荐按钮，就可以看到多个信息流。这样，每次观看都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算法的强制灌输，你的理性控制阀就能参与进来。重置偏好，驯服算法，发现自己总被推送无意义的内容。利用 App 自带的不喜欢、不感兴趣或投诉功能，告诉算法你的真实偏好。当你经常性的反馈，算法就会慢慢调整，为你推荐更多有价值、符合你成长需求的内容，让它从收割者变为工具。设置使用限制，大部分智能手机都自带屏幕时间管理功能，你可以为娱乐 App 设置强制使用时长限制，比如每天只允许使用1小时。当时间一到， App 就会自动关闭。这种强制措施能有效打断你的沉浸状态，提醒你时间宝贵。连 TikTok 的 CEO 都建议把娱乐时间控制在1小时左右，这本身就说明问题。消灭触发点，你手机上那些层出不穷的红点、通知推送，都是算法精心设计的提示触发点，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引诱你打开 App。 参考行为设计学中的福格行为模型，如果你想规避某个行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被它唤醒的提示。对于那些不重要的 App， 勇敢地关闭所有通知，甚至把它们从显眼的位置移开。你还会发现，一些 App 可以关闭很多内置的功能，比如视频号、游戏中心、直播等等，把它们统统清理掉，只保留最核心的功能。当你真的这样做了，你会发现脱离被操弄、不被打扰的感觉太爽了。好了，到这里，我们关于低级快乐如何吞噬大脑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思路就分享完毕了。我相信，只要你能认真理解这些底层心理，并从这些角度对你的行为做系统性优化和践行，那么这些方法绝对可以让你避免持续受它所困。希望这个视频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让你摆脱低级快乐的陷阱，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效率。你对今天聊的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真的会刷新你对上瘾的认识。无论你现在被什么困扰，无论你觉得自己的瘾有多大，说不定都能从中找到些灵感。我们通常觉得上瘾吗？那肯定是因为这事儿能带来快乐。这话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很多时候，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在反复做那些事时，早就感受不到快乐了，可一旦停下来，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忍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给你讲个我的亲身经历。我高中时学习一般，加上课业压力特别大，很快就习惯了去网吧打游戏。因为只有在电脑前拿着枪突敌人时，我才能稍微喘口气，感觉高中生活还有那么一丝乐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逃避学习的痛苦，才选择用游戏麻痹自己。后来呢，我上课时总想着游戏，无时无刻不对游戏充满期待。结果呢，学习任务更重了，压力也更大了。学习的痛苦让我对游戏产生了更深的依赖和渴望，瘾也就这么形成了。即便玩游戏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快感，但如果不玩，我就只能回到现实，承受学习的痛苦，想想都难受。很多瘾就是这么产生的。你想想看，你每天朝九晚不知道几点地下班，每天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把你挤压得一点空间都没有。或许只有跑到厕所抽根烟，刷会儿手机，或者深夜时分玩会儿游戏，喝点啤酒，才能带来片刻的愉悦感。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你才是最放松的。不过，享受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之后，
痛苦还在原地等着你，而且前后的落差会让你觉得更痛苦。于是你一有机会就选择开溜。逃避虽然看起来不光彩，但确实有用，也挺有趣的。在痛苦的驱使下，你对快乐上瘾了。这种快乐可能是烟瘾、酒瘾、性瘾、网瘾、手机瘾、游戏瘾、食物瘾等等，凡是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都有成瘾的可能性。而且多巴胺的释放量越多，就越容易上瘾，一旦上瘾也越难戒掉。好在今天我们要聊的方法可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在过去的25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治疗各种成瘾问题，无论是赌博、电子游戏还是海洛因，可以说在戒瘾这方面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比如他在书里提到了一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从17岁开始抽烟、酗酒、吸大麻，18岁吸食可卡因，19岁又换了别的药，20多岁时又接连使用了许多我听都没听过的药物。当他来找伦布克教授时，已经使用了14种药物。所以跟他比起来，我们那些瘾啊，简直就是小儿科了。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成瘾的原理，我们还是得先认识一下多巴胺。这个东西简直就是神经递质里的通用货币，科学家们通常用它来衡量某种体验让人上瘾的可能性。比如巧克力能让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能提高 100%， 尼古丁也提高 100%， 而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让多巴胺飙升 1000%。 很明显，这些东西的成瘾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有些行为一旦尝试了，真的就很难戒了。有人可能觉得我就尝试了一次，我意志力强，没问题，不存在的。错了，因为戒瘾的痛苦也可以按照这个量级来评估。有人形容戒毒的感受就好像浑身骨折之后还在不停地挪动身体，想想都头皮发麻，对吧？大脑中只有极少量的脑细胞能产生多巴胺，但就是这么一丢丢的化学物质，却让人类产生了七情六欲，也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不过多巴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比如你吃一块巧克力很开心，大脑会记住这个感觉，下次再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回路，你还没吃呢，就已经有了纵享丝滑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吃掉它的冲动。你看，多巴胺是在快乐之前就被释放的，所以它不是直接给你带来快乐，而是让你对快乐产生渴望。但如果你不吃这块巧克力，渴望得不到满足，痛苦也就随之而来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跟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这就像我们大脑里有个天平，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天平处于平衡状态。当我们吃巧克力、玩游戏、刷手机的时候，这个天平就会向快乐的一侧倾斜，倾斜的幅度越大，我们就越快乐。不过，任何生命系统都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脑会努力让天平保持平衡，它会在另外一侧施加等量的压力。你可以想象成一群痛苦精灵跑了过来，坐在另外一边。当快感体验慢慢消退，天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向痛苦那一侧倾斜了。所以有时候刷了一上午手机会感到空虚，出去旅游回来会感到失落，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摆脱空虚、失落的感觉，就得继续在快乐的一侧增加砝码，所以你不得不再来一块巧克力，再玩一把游戏。但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也是多巴胺在作祟。它让我们对奖赏始终保持渴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得超出预期才行。第二块巧克力要比第一块更丝滑，第二把游戏要比第一把更刺激，否则多巴胺的效应就会降低，产生的快感也会减弱。这被称为神经适应，相当于你这边加码了，痛苦精灵也越来越多。问题是你追求的快感是短暂的，是有上限的。
而那些小精灵们是长期的，是无限量的，他们在另外一侧安营扎寨，铁了心要给你打持久战。最终你还是斗不过他们，你能感受到快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而小精灵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却越来越深，天平也不再平衡，而是始终向痛苦的一端倾斜，造成了快感缺失。所以对于重度成瘾者，你别说让他们戒瘾了，正常生活就已经是一种痛苦了。有些吸毒成瘾的人，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可能跟盐水差不多，但没办法，他们就是戒不掉，因为只有继续吸，他们才能让天平恢复平衡。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啊，追求极度快乐的人，结果却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上瘾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戒瘾需要多久呢？1年、10年。我再说，你可能都要骂骂咧咧关掉视频了，先别急着跑。事实上，根据伦布克教授的临床经验，重置大脑奖赏回路所需的最短时间一般是1个月。我们看着好像也不长，但真要让你1个月不刷手机、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干你最想干的事儿，你真能忍住吗？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1个月我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熬过去？你可能会想，能不能用低多巴胺的事儿代替高多巴胺的事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脑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之前因为减肥，尝试用无糖可乐帮自己戒掉可乐，谁知道无糖可乐就像是钩子一样，让我对可乐更加渴望，结果可乐没戒掉，每天还多喝了1罐无糖可乐。结合书中的建议，我总结了3个方法，都是利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让你高效地恢复天平的平衡，而且把戒断痛苦降到最低。1. 以痛治痛。既然负责快乐的脑区也负责痛苦，既然大脑会用痛苦来平衡快乐，那如果我们反过来主动追求痛苦，大脑会不会用快乐来平衡痛苦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名志愿者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1个小时，对他们的血液进行采样，结果发现他们血浆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 250%。 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而且高多巴胺水平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疼痛刺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以痛治痛的方法是可行的。痛苦触发了人体自身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当我们主动在痛苦那一段增加砝码时，身体也会用快感来平衡痛苦的感觉，而且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都体验过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比如吃辣椒，虽然是刺激痛觉神经，但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比如看恐怖片，即便吓得满头大汗，还是感觉很爽。再比如运动，你坚持跑了5公里，累得不行，也能收获一种叫做跑者高潮的愉悦感。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从健康的角度看，运动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除了释放多巴胺之外，还可以促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像内啡肽在止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而且跟追求快感不同，痛感产生的快乐不仅不会让我们焦虑，反而能缓解焦虑。痛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注意力更加集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在戒瘾的过程中同样体会到多巴胺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像痛苦是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从痛苦中获得的回报。2. 物理阻断。对某个事物或者行为成瘾之后，大脑会产生敏化反应，就是说你对跟成瘾物相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们会把你的瘾勾出来，让你重复成瘾行为。书中有个案例，一位性成瘾者本来戒瘾戒得好好的，第1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裸体的女性，他忍了。
第二天在手机上看到人体彩绘，他又忍了。到了第3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把原来已经扔掉的工具又捡回来，疯狂输出。所以要想戒瘾戒得彻底，就必须把那些成瘾物以及跟成瘾物相关的所有东西一个不留，统统甩掉。你花钱上瘾，就把网购应用删除，信用卡注销，薪水全部上交。玩游戏上瘾，就把你的账号注销，再把游戏删除，什么游戏机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抽烟上瘾，就让家人把家里的烟都藏起来，非必要的话也别跟抽烟的人待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跟成瘾物彻底隔开，不让他们把你内心深处的渴望勾出来。你可不要想着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藏点私房钱，留个小号跟别人要烟，这么做还不如不戒，因为你一旦降低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会越来越低。我之前戒游戏就是这个样子，想着反正也玩了一把，不如再来一把，最后小号练得比大号等级都高。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不轻松，但舍不得逼自己就戒不掉瘾。你可以搭配第一个方法，反正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大脑不会在乎你是在自虐还是在放纵。3. 激进诚实。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什么瘾，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瘾。反正我以前去网吧玩游戏，总是骗爸妈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害怕挨打，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清楚这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为，所以只能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羞耻感，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大脑奖赏回路和前额叶皮层的联系。成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说谎又抑制了前额叶皮层对奖赏回路的约束作用。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和未来规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脑真的以为你没有成瘾，你只是放松一下，消遣一下，更不需要戒。所以很多成瘾治疗方案中都涉及到强化和重建二者的联系，而说实话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诚实度，反之亦然。当我们承认成瘾的时候，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也能得到加强，提高自控力，让我们更理智地选择延迟满足。具体做法就是瘾上来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我有某某瘾，我要戒掉这个瘾。如果放得开，你就找身边的人，郑重其事地跟他宣布这句话。这么做比在心里默念的效果更好。首先，这种仪式感对前额叶皮质的刺激作用更大。其次，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演一次可能是假的，演100次那就是真的了。最后，你给这么多人说过了，他们都起到了监督作用，哪天你固态复萌，让他们看见，面子往哪儿搁，对吧？这3个方法叠加使用，相信我，你一定会体验到改变的快乐。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打球和洗冷水澡，完了，真的感觉很爽，而且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精力充沛。最后想说一点，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对什么上瘾就可耻，很多情况下真的不是我们想摆烂，没上进心，没意志力，而是现实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不过现在我们也知道了，那些逃避现实的成瘾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重新认识多巴胺。幸福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状态，升职加薪、约会成功、赢得游戏，这些都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我们对这些发自内心的渴望要归功于一系列神经物质，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多巴胺会让人充满激情和积极性，它是激发我们做某件事的动力和源泉。血清素则让人感觉平静安宁，带给人治愈感。今天我们就聚焦多巴胺，看看它如何让我们产生渴望甚至沉迷。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帮助细胞传送脉冲，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如果多巴胺源源不断分泌，人们就会持续产生幸福感。但多巴胺可没这么好说话，它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分泌。
通俗地说，你得打赏他，他才会为你服务。因此，多巴胺被戏称为分子界的金卡戴珊。我们可以用卡戴珊效应来模拟多巴胺的作用。你打赏他，他对你笑了，你心花怒放；你不打赏，他就不理你，你开始失落消沉，就想再打赏他，博他一笑。但当他第二次笑时，你发现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诱人了。这时你不再满足于看他笑，开始想方设法升级打赏。如此一来，越陷越深，从渴望变成上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3种变化：敏化反应、脱敏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敏化反应，大脑神经受刺激后，会对能产生兴奋感的相关信息更敏感。脱敏反应，重复兴奋行为时，大脑区域产生耐受性，多巴胺分泌减少。脑前额叶功能退化，导致人们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减弱，从而失控上瘾。正常情况下，多巴胺分泌波动不大，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如果牵扯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多巴胺就会变得暴躁，让人难以自控。德国一项研究表明，经常浏览某些特定内容的人，其大脑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区域会变得更小，更不活跃。说白了，就是会让大脑萎缩，变得麻木。这是因为这类内容刺激大脑加速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持续堆积，让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久而久之，大脑的阀值变高，一般内容已无法满足。只有更劲爆的才能继续刺激多巴胺分泌，引起兴奋。所以这种行为最终让你越陷越深，对其他事不感兴趣，一边自责一边放纵。再来看一些高风险活动，比如赌博。踏入赌场的瞬间，谁都别想全身而退。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平台，甚至有人通过社交软件拉你入伙。哪有那么好的事儿？素未谋面就带你发财？其实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钓鱼。刚开始门槛低，让你尝点甜头，赢钱后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让你盲目自信。赚了钱想赚更多，等你把钱全投进去，就成了韭菜。还有一些极端物质危害最大，前两者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它们能直接让人飞上天，刺激多巴胺分泌量可能是前两者的数十倍，带来10倍以上的快感。一旦尝试，人们就再也不会对其他事情感兴趣了。就像让你吃了一次满汉全席，再让你吃馒头白粥，肯定难以下咽。当然，极度亢奋之后的空虚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会想方设法再次寻求那种体验，要么在追求，要么在追求的路上如同行尸走肉。说到这儿，好像多巴胺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其实，读懂多巴胺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正向引导，让它为我们服务，带来积极性和幸福感。除了奖赏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挑战和希望也是多巴胺的心头好。我们上学时面对难题喜欢钻研，解出答案时兴奋无比，这是挑战刺激多巴胺的结果。再比如创业，虽然忙到爆，累到死，但想到公司将来步入正轨，身体就充满能量，因为希望也能促进多巴胺分泌。而多巴胺最讨厌什么呢？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每天工作生活机械重复，多巴胺就会罢工，整个人也会低迷消沉。既然多巴胺喜欢希望、挑战和奖赏，那我们就投其所好，让它乖乖听话。1. 制定目标，让大脑有的放矢。那些没有目标的人，往往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持续的漫无目的会让多巴胺消极怠工。你可能会想，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但经验告诉我，这没用。因为大脑思想必须有焦点，它只能决定想什么，决定不了不想什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白象效应。你越努力不去想白象，白象越在脑海里。而如果你开始想白马，就会很快忘掉白象。这个白马就是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不必长远宏大，可以是当下可执行的小目标。比如今天要记10个单词，
这周要看完一本书。完成这些小目标后，多巴胺就会工作，你感到快乐满足，也会想继续实现目标，这就是积极自律的状态。2. 不断挑战，培养游戏心态。我们都知道学习工作不易上瘾，但玩游戏特别容易，其实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多巴胺。游戏不断增加冲关难度，越到后面装备奖励越好，我们也会不断冲关升级。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成长就好比打怪升级，把这种思维转移到工作生活，枯燥内容就会变得新鲜好玩。原定1小时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挑战40分钟完成；计划每天跑5公里，你可以挑战6公里。挑战成功的畅快感跟赢了游戏一样，前期可以是一些小的挑战，然后不断增加难度，从青铜到王者。当这成为习惯，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充满能量。3. 发现奖赏，充实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了目标，习惯了挑战，还要持续下去，这需要我们适当打赏多巴胺。这个打赏可不是真的花钱买，奖赏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无形。发现奖赏的目的是让你重视一些小的反馈，让你重拾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小确幸。比如看书，分享给朋友，朋友的称赞就是奖赏；锻炼身体，看到身材变好就是奖赏；学理财，看到收益增加就是奖赏；做视频，大家的点赞分享就是奖赏。你可能会说，这也算奖赏吗？当然算。想想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老师一句夸赞而自豪，因为小伙伴1颗糖而开心？但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些小的奖赏，无法刺激多巴胺，也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条件一般也很幸福，而有些人即便家境殷实，还天天郁郁寡欢。多巴胺需要希望、挑战和奖赏，但它终归是一种化学物质，分不清我们给的是正向还是负面的。这需要我们去分辨，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它向左或向右，都得由我们自己来左右。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启发，还希望您能多多支持，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会非常感激。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